为什么欧美人不炒菜，只有中国人炒菜？其实这是一个存在已久的误区。欧美人并非不接受这样的烹饪方式，反而对中国独有的多样烹饪方式有着别样的喜爱。中国人发明了炒烧煎炸煮、蒸烤凉拌淋等多种烹饪方式，是世界公认的美食之国。炒菜是随着桐冶炼术的发展出现的，最早的菜谱提到的炒法出现在南北朝后的北魏时期，距今已经有1600年的历史了。故事从石器时代说起，最早森林大火，烧死许多动植物，然后被饥饿的人类吃了，竟然发现味道奇香，然后身边还有森林大火时煮开的石头缝隙处的水，里面虫子竟然死了，并且由于水里有一些叶子、花草，水的味道竟然蛮好喝，甚至于还把因缺乏维生素导致的某些病也减轻了。然后小群体就把石头板研磨成凹槽，盛放水煮开喝，中间当然放一些乱七八糟的能吃不能吃的植物和动物，这就是最早的石锅饭。然后火候不好掌握，有时会水分蒸发没了，就把肉里面的油弄出来了，然后急救方法用一些植物叶子放在油上面，竟然味道蛮好，这就成了石板烧，演变成现在的铁板烧。到了青铜时代，铜器皿出现，铜鼎出现了，就拿来当锅，然后此时主要是煮炖动物肉，放进大锅煮几个小时，豪放的吃法。欧洲还是游牧民族，火烧火烤做食物，此时农耕民族人的寿命由于煮的吃法都增加了，而为了从锅中拿肉，就开始有了筷子。再后来战争时期吃饭时突然外部入侵，忽略了正在煮着的肉，锅里的水没了，肉里面的油出来了，试吃竟然奇香无比，然后有的人就放点菜叶子进去，竟然也味道变美味许多，这就是油炒食物的起源了。然后直接从肉中提取油，做饭直接放油，味道好吃。吃植物时也习惯了放油进去，逐渐的有了炒菜这个说法。而此时用木棍乱拌发现不方便，就逐渐的把棍子磨扁，逐渐有了锅铲。随着时间的煎炸烧烤蒸煮炖包，在原始社会的农耕民族随着铜器的出现逐渐的普及开。而另一个分支作为游牧民族，直接就是火烧火烤和喝生水，至今欧美非洲都有这个习惯。普通老百姓没有钱去吃肉，更别说拿动物的肉去熬油了，所以那个时候的油也很稀缺，贵族所用的油一般就是猪油。汉朝丝绸之路得以开通，芝麻在西域使者的引入下来到中国，此时的中国人发现芝麻可以出油，这才使得中原地区有了香喷喷的芝麻油，这是寻常老百姓也可以消费得起的。芝麻油的出现就为炒菜这个烹饪方式的兴起提供了巨大的物质条件。汉朝时期，我们才大规模地使用铁器作为武器，并在这个时候学会了用铁制造炊具。但是这个时候的铁锅仍旧不算成熟，在之后的历朝历代不停地进行发展。随着冶铁技术得不断革新，唐代人民终于算是发明出了真正可以炒菜的铁锅，但是这时的铁锅并不是每户人家都能用上的器具。而宋朝的冶铁技术已经十分发达，铁的年产量更是达到了15万吨，在资源丰富过剩的情况下，人们才开始大量做铁锅，所以炒菜就在这时盛行开来。难以想象的是，在中国出口的大量丝绸、瓷器以及茶叶中，居然还混入了大量的铁器，其中就包括一大铁锅。而这些大铁锅到了世界各地，居然还成为了一时的畅销品。但是贸易归贸易，西欧各国没有成熟的技术，铁锅在那里流行了一阵便销声匿迹。其次，欧美人和我们所拥有的食材也不一样，东方的粮食大多都是土地上长出来的农作物，然而对于欧美人而言，欧洲大部属温带海洋气候，不适宜农作物的种植，这就为牧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，所以欧洲人的食物以肉食为主。这也就是说，欧洲人天然的拥有较多的肉类，而在之后迁徙到美洲大陆的欧洲人也更习惯于吃肉。吃肉对于欧美人而言是一件寻常事，而且肉类的烹调方法确实相对简单。以上的是本期内容，
如果喜欢，请订阅、按赞和分享，谢谢。